好，接下來關心美國經濟會不會被戰爭拖垮，順帶的是聯動到全球經濟。現在有一個初步的估計說，可能會美國的部分經濟損失6.7兆。經濟損失，那麼美股重挫，還有肥料斷供，美農哀嚎，油價現在預估可能最高飆升超過$200的天價。我們現在要來看到說，這場戰爭不只是影響到美國，全球荷包也跟着受到了影響。這邊做了一個最新的民調，美國自己內部的民調，現在其實民眾非常的憤怒。將近60%的美國民眾，他們是反對川普去打這一場戰爭的，尤其是針對伊朗發動這一場軍事行動。他們怒吼說：“不要拿我們的錢去送炸彈。”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的成本不斷的飆升。我们來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數字。華府智庫這邊說了，這場軍事行動一開始的成本就已經超過了50億美元的金額。五角大廈也做了估計，只要4天而已，就已經逼近了110億美元。接下來再來看到華爾街分析師做的這個分析，戰爭直接預算成本恐怕是達到了950億美元，換算約是3兆新台幣，還有額外的經濟損失，預估是500億到2100億美元的代價，大約是6.7兆新台幣。美國的反戰聲浪會不會繼續的擴大？這種壓力會不會影響到接下來川普在軍事上的決策？呂艦長又怎麼看？如果我們看到啊，今天中午在我們錄制前的最新的 AIS 的話，我們看到赫姆茲海峽，這個是3月2號一開始宣布他就是說有本事來走走看的時候，我們看到其實赫姆茲海峽幾乎沒有船只通過，大家在這邊形成亂集團。為什麼？因為空船要進去加油，然後裝滿油的油輪或者是天然氣船要趕出來。那今天最新的在這裡。下午1點24分了，我們看到還是這個樣子，也就是現在，這也就是剛剛談到為什麼油價推升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且除了油輪出不來之外，現在未來要面對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也就是儲油槽跟儲氣槽即將要裝滿。那如果我們來看啊，對於伊拉克來講的話，它只能再存6天。那科威特的話，再存14天。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也就是很快的這一些波灣國家的這一些儲油槽都裝不下了，那它就不會再繼續開採了。那所有的這個油價就一飛沖天。對於美國自己當然它就是一個產油國，可是其他的，例如說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通通都不是產油國。那整個成本墊高之後，賣到美國的東西一樣貴，所以美國除了石油之外，可能最後萬物齊漲，那個也就是很可能會影響到川普的軍事決策的最重要性。而且如果我們看到美國公共電視網最新做的一個民調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大家在說這個到底贊不贊成川普處理這一次伊朗的一個態度，其實有54%是反對的，只有36%他是贊成的。那如果說我們講到說，對於這一次採取軍事行動的話，那就是剛剛主持人講到的接近60%，也就是56%反對，44%是贊成的。這是44跟36，其實也就是MAGA 的全部的主要的成員。但至於說啊，那我們看到最後一個，也就是最後一個問題，就講到說，伊朗到底是對於美國的威脅如何？那44%的人說壓力威脅很大，40%的人說是其實它那個構成的威脅有限。那15%說伊朗根本就不是威脅。所以我們現在看到11月終究還是要期中選舉的。那如果說川普在3月底4月初到中國大陸的這一個習川會得不到什麼樣的一個對於經濟上面有所幫助的結果的話，
他就會來回頭考慮他的一個軍事作為了。好，軍事作為恐怕會受到這個川普擔心自己的這個期中選舉的影響。那現在也專家列出了3個美國的經濟可能會受到亮起紅燈的原因。除了剛剛我們特別提到油價，現在價格是4年來首次突破$100，國際油價飆升了幅度20%，衝破$110。那川普最新回應說，這只是擊敗伊朗的微小代價，這是來自於川普的最新說法。第二個就是就業數據現在也比較疲軟，還有農業成本暴增，全球33%的肥料因為要經過荷姆斯海峽，包括了它的硫磺跟銨，價格也因此暴漲，恐怕就是美國農民首當其衝了。那如果農業崩盤，對於共和黨期中選舉的影響，老師又怎麼看？主持人剛才提過，戰爭是一場好生意啊，那個是對軍工複合體而言。如果對國家而言的前提是你要贏了這場戰爭，但是你也可能會負擔很多在經濟以及民生上面的這種代價。那現在這個戰爭到底誰贏誰輸，或者是會不會有輸贏啊？其實都是一個問題，因為雙方只是在做這個相互的轟炸，很難講誰輸誰贏。如果就戰損跟死傷人數，當然伊朗這邊絕對的是居於劣勢。可是呢，你幫助他把老舊的領導階層給這個清除掉，然後呢，你製造了一個新的更強硬的這個仇人，而且這個仇人是世仇啊！你知道，就是穆杰塔巴他的媽媽、他的妻子跟他的姐妹也在哈梅尼被轟炸的時候同時被炸死，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那美國現在面臨到的就是我剛剛提到。那如果原油現在已經，我們講布蘭特原油做一個指標的話，現在已經破100。那如果在未來破到120的時候呢，這個在歷史上都算是高點了。也就是說，跟過去3個時間點是經濟蕭條以及反恐戰爭2011到2013的期間，還有呢疫情，那個是2022、2023的這2年的期間，其實大概最高的時候來到143。但是平均大概就在120左右，所以如果破120的話，那幾乎是等於是過去20年當中的3大重大危機，然後石油價的反應就是如此。那可是以現在他們的戰爭的規模沒有到達那個層面了，那為什麼油價會這麼飆高？因為它就打到那個最關鍵的就是油的運送，以及這個保險價格。那因此就是現在面臨到，當然還有化肥啊等等之類這個大宗物資。所以现在面臨到是，它會這個萬物都漲，各國都漲，那美國一定逃不掉。那現在美國的 PMI 最近的 PMI 經紀人採購指數啊 ，CPI 啊，這個相關的這個數字都在增長，而且非農的就業指數其實也在擴大。雖然還是緩慢，但我想下個月這個月或下個月出來一定會有一些變化。那會不會降息？那這個在這個時間點會降息嗎？所以還要還錢給這些進口商關稅，還要面臨到選舉，所以這個時候，而且這個選舉一開始就是對共和黨比較不利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啊，有一個人他可能會出來去勸川普，那就是萬斯，因為我發覺到，當這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前3天萬斯沒怎麼講話，都是 Rubio 在那邊不斷的喊打喊衝，而且他的理由是一天也是這個朝令夕改。那川普跟他一樣改，那可是當第3天還是第4天，3月3號的時候，當萬斯出來的時候呢，他也支持，但說這不是戰爭，這是有限的懲罰。他的定義就是如此。所以他會不會勸川普說，我們就把它定義為有限的懲罰，我們已經勝利了，而且基本上伊朗已經被我們打的，就是說站不起來了，所以呢，不需要再把戰爭持續下去。所以這個時候呢，經濟的因素會使得內部政治人物會影響，然後呢，會影響到川普的這個決策。好，這個是經濟上對於美國的影響。那對於全球又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尤其荷姆斯海峽現在被封鎖，50%的這些能源都是要經過這個海峽，幾乎航運都已經全面癱瘓，就只有可以中國的船只通過。所以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是說，至少10艘的這些船，他們呢就悄悄的臨時改成中國籍的船，就是為了蒙騙過伊朗的封鎖。對於全球的影響，委員用怎麼看？對全球的影響會非常的大。所以今年如果長期封鎖下來，今年會變成蕭條年
全世界沒有例外，包括中國、台灣、日本都毫不例外。那美國當然不會例外哈。但是美國一定是這些所有蕭條國家裡面蕭條程度最低的。因為你表面上這邊的股票跌，可是問題你看到這2天的石油股、能源股已經漲翻了。那一部分的稅收會增加不少啊，還有包括剛才有明兄講的軍火工業哈等等。所以美國是一個行業有得，一個行業有失哈。那其他國家都會很吃大虧啊。像中國大陸自產石油40%，進口石油60%，進口石油60%裡面有一半來自中東國家，現在都卡住了。所以你講說有一個10條船，那個10條船對於中國大陸每天要進出的量，那是緩不濟急了，是一點幫助都沒有。這是包括台灣也是一樣，現在都靠庫存石油在支撐了哈。那如果短暫的很快就結束這個荷姆斯海峽的封鎖的話，那很明白的影響就不大，很快就恢復正常哦。我舉個例子，當上次剛才有明兄提到，2008年油價漲到149，可是很快的就跌到40，那個差距會大。為什麼？油價推漲是投機性的資金進去，並不是長期要買油的人進去，是賣掉黃金、賣掉股票跑去追逐這個石油產品。所以因此暴漲，那暴漲的話，如果這個結束，啪嚓就掉下來了。所以暴漲暴跌大家要注意哈。那荷姆斯海峽什麼時候會解除封鎖？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叫做壓力測試啊，看誰撐得久，看誰撐得住哈。那這個美國最大的問題是，我一開始就講過，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它的政治限制。什麼政治限制？人家普丁打了4年戰爭哦，支持度都80%哎。对。你川普打沒2天呢，你就變成38%。我因為對他跌不多了，因為他關稅也是38，他現在38，沒差對吧？啊，皮皮的沒差哈。所以表示說美國人是有人反戰，可是好像對這個議題的關心度也沒特別的高啊，沒特別高哈。那可是對伊朗來講哈，剛才有明兄講到他新領導更強硬，但是我坦白承認更沒用。為什麼？沒錢，除了中國、俄羅斯騰出來大筆錢給他，可現在不切實際啊，因為所有的金融系統全部被封鎖了哈，一個再強硬的國家，領導的再強硬，像希特勒這麼強硬沒有用。像那個誰，烏克蘭納粹集團，包括希特勒很強硬啊，沒錢就怎麼強硬都沒有辦法。人是如此，國家也是如此。他現在他領導如果不解決這個他的經濟崩溃，現在已經開始產生饑荒了。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戰爭結束，這個政權還是會崩潰啊。因為各國都有這種經驗嘛，所以這個雙方面在比看誰氣場、壓力誰高。那如果說這個以色列這一次沒有倒的話，他搞不好還會撿到大便宜啊。因為一個殘破的伊朗，對以色列來講的話，他可以不斷的宣稱他勝利啊。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